前段时间呢，一台国产车又创造了新的赛道记录，成为纽北最速量产 SUV， 可以说是性能实力拉满。它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小米御七 GT。那既然叫 GT， 那它一定是另有玄机，因为对于所有的 GT 车型来说，不仅要求它们有很好的性能，同时也要有很好的豪华装备，也要求它有更多的装载空间，更好的长途舒适性，能够跟家人一起去开展一个长途的旅行。那今天呢，我的一个朋友也知道我要体验小米御七 GT， 他也带来了一款高性能的 SUV， 想和我一起 PK 一下。怎么样，宝宝？今天我找这台车够帅吗？够嚣张吗？确实非常的炫酷，蛮牛的 SUV 啊，兰博基尼的 Urus。那这台车其实我觉得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也就是由一个超跑品牌第一次推出一款量产的 SUV。那当时它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这个车型。没错，而且这台车虽然已经推出了有一些年头了，但是在当年这台车就是有着640匹的马力，而且呢，百公里加速时间3.6秒，纽北呢也是能够来到7分36秒的成绩，极速破300公里加速时。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的出现在当时那个年代，就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 SUV 这种很大、很奔、很不好开的这种固有印象。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御七 GT 的这个理念跟兰博的 Urus 还是有一些像的，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高性能的 SUV， 但是呢又有很多豪华的这个配置，那可以去到很多跑车都无法到的这个地方啊，确实有很多 GT 的这个精髓在里面。对，那这台车当年落地估计很贵吧？裸车的话基本上是390，然后算上选装、算上落地的话，基本上就是肯定是超300了。那这么看，我这台御七 GT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它起价只要38.99，而且纽北的成绩7分22秒，已经要比Urus更快了。没错，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高性能的燃油 SUV 兰博基尼的 Urus 和高性能的纯电 SUV 小米御七 GT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Urus 的设计其实充满了兰博基尼对于超跑的理解和它整体的设计美学，整体的车身的线条也是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感觉。侧面的车身比例呢，其实也是能够进一步的去衬托这台车的运动感受。在整个轮毂上，23寸的轮毂也是非常夸张的尺寸。其实我觉得 Urus 这台车虽然是一个 SUV， 但是呢，在整体的设计美学上，依旧是兰博基尼的蛮牛的这种感觉。而且 Urus 这台车作为兰博基尼的首款 SUV， 也是开启了兰博基尼的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和 Urus 的这个嚣张相比，我觉得小米御七 GT 的整个的车身的比例会更加注重它的美感。那这样的这种长车头设计极具了这种辨识度，所以我们能够在御七 GT 上看到一个线条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同时这一台车呢，它的整个的车长、车宽都要比普通版的御七要有所增长，所以它的宽体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整台车像是一个低趴的猛兽。我们看到车头的下方，它的整个的这种包围也进行了重新的这个设计，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然后整个效果看上去也相当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前铲前包围。包括像它的扩散器呢，也现在变成了这种电动的这种扩散器。除此以外，整车呢还是用了很多这种黑化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包括像它的这个侧边条等等，同时还有 GT 的专属标识。那另外我们看到它轮毂的配置已经变成了21寸的这样的一个轮毂，后胎变成了295的宽胎，同时都是标配了碳陶刹车。可以说整台车的整个的风格呢是相当的运动化，同时又有 GT 的美感，但是呢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突兀。兰博基尼 Urus 的内饰设计其实充满了意式狂野的那种美学的感觉。战斗机的设计风格其实是充满了各处角落的，四处都有6边形的设计。然后在换挡机构以及驾驶模式选择这个位置呢，也给你做了非常像飞机上的这种设计的感觉。御七 GT 的内饰呢，仍然是采用了这种环抱式的风格，所以你整个人坐在里面的战斗感仍然是很强。同时，它也是糅合了科技、运动，再加上豪华的3种风格，因为它大量使用了这种软包的材质，包括大量的使用了阿斯特
在座椅的设计上，它也采用了非常战斗的椅型，而且呢也有着真皮跟 Alcantara 材质可以选选装。缝线也是采用这种很经典的6边形的材质，在头枕上边也有一个兰博基尼很经典的徽标。主副驾也都是标配了12项的电动调节，标配了加热，但是通风和按摩功能是需要去平衡的。那小米玉7 GT 它的这个座椅呢，其实是直接拉到了这个豪华行政式座椅的这种配置，比如说像它支持18项电动调节，并且还带有主动侧翼部分。同时呢，它还有4层气带10点式的这种按摩，所以非常的舒服，整个人坐在里面，你甚至都可以放松。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也有很好的这种实现，然后用了大面积的这种 Alcantara 的材质，这样的话，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它是非常的防滑，即使有一些激烈驾驶，整个人也是被牢牢的吸在这个座椅上，包括像整个座椅的后背也有几个标识，头枕上呢还配备了头等音箱。另外呢，就是你还有不同座椅的这个选择，除了我现在坐的这张运动座椅之外，你还可以选择更豪华的座椅，甚至是说那张座椅还支持零重力上档，确实是把舒适性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高度，完全可以媲美很多豪华轿车的这样的一个座椅。那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对于运动车来说，这种座椅的配置是非常好的。在内饰的材质上，它有着非常多的材料可选。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有着碳纤维的材质；而如果你想要优雅一点的话，也有着石灰和钢铁饰板等的材质，可以充分的去满足你的个性化的需求。然后顶棚上也有很大面积的 Alcantara 材质作为点缀。其实，在车内的这个材质方面，我觉得玉7 GT 呢，它也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心思，因为它使用了多种材质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像我现在坐的这台车内，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种软包，基本上啊，你手能够触摸到的所有的地方啊，都是很好的这种软包材质。这样的话，不管在什么场景下，其实你整个人都能非常舒服的坐在这个空间之内。那车内呢，它还使用了大面积的 Alcantara， 大概有2.3平方米。因为 Alcantara 其实是很多超跑必备的这种材质，包括像顶棚全都是 Alcantara，跟它的这种运动性有一个非常好的搭配。那在车内呢，还提供了2种不同的风格，包括像豪华运动和豪华舒适供不同的这个喜好去进行选择。另外，车内的这个颜色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搭配包括像红色、黑色和紫色，也都是3种专属给玉7 GT 的这个颜色。另外，我们看它车内的很多的细节确实是这种豪华车的这样的一个质感，特别是上面用的这种航风的工艺，在座椅上，然后在门板上都比很多的运动车要更加的细致，更加的豪华。那除了车外的这种碳纤维的套件以外，在车内其实也能看见很多碳纤维的这个装饰品，比如说像它这个方盘，另外呢，它的迎宾踏板上面也有很细致的这种碳纤维。屏幕的设计其实是非常有标志性的，这种上下屏的设计呢，其实在当年那个年代里其实是并不多见的。然后它的整个的物理按键的配置呢，也是给你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战斗的感觉。然后在音响上也是给你去标配了一个 BO 的音响，即使说这台车有一个非常狂暴的声浪，但是呢，如果你安静下来开这台车的话，你也是能够享受到它的音响效果的。科技感呢，当然也是玉7 GT 的这种强项特别是像它屏幕的这个设置，当时天际屏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眼前一亮，而且有很多调整可玩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车内的这个屏幕上呢，还给 GT 的车型准备了专属的 GT 的主题，看上去呢就是非常的战斗。然后包括像天际屏上，它也有专门的这个 GT 的模式，这个都是给 GT 的车主有一种尊属感，而且跟这台车的整个的风格和节奏呢，也都是非常的搭配。那这台车的这个音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配备了25扬声器1250瓦的这样的音响。那我觉得特点呢，就是它支持杜比全景声，然后也包括有主动降噪的这个功能。其实整台车的这个音响你听下来还是非常的优秀和出色的。那玉7 GT 虽然是一台纯电车，但是在这个声浪的营造方面呢，其实也是为大家准备的非常的贴心。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个40瓦的这种外放的功能，就在外部也能够听到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声浪，然后再配合车内的这个音响，就可以营造出一个非常动感的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有这些外部的声音或者是内部的声音，都可以通过屏幕来进行自定义，满足你自己的这种个性化需求。
Urus 作为一台 SUV， 在整个的后排上呢，其实也是保留了一定的实用性的，空间坐进来呢也并不会感觉到局促。标配的是这种长条状的运动座椅，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定制更加硬核的4座的赛道同椅。然后在标配的座椅上呢，也是可以去实现一个手动的靠背调节的，上面也有着天窗和遮阳帘的配置。虽然作为一个燃油车，它不可避免的后排中间呢会有一定的隆起，当然作为一个燃油车，一个超跑品牌燃油车，像冰箱、屏幕之类的配置，后排是没有的。那后排的空间呢，绝对是预期GT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超过1000匹的这个车型，有这么舒适的车内的空间和这么多的豪华配置之前的车型可能真的是没有过你像它的整个的后排的座椅非常的平整，而且它的这种填充物和填充的这种感觉呢，跟前排座椅的这种舒适性也是保持了一致你完全可以以一个非常放松的姿态坐在后排。那整个座椅的配置呢，跟前排的座椅也是一样，支持通风、加热和多点式的这样的一个按摩，而且它按摩的力度呢还非常的大。那后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的靠背是可以进行电调的，而且靠背的角度最大电调可以到132度。你可以看到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几乎是一个半平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现在这个后排呢，其实是可以坐3个人的，也就是说全车可以坐5个人。那如果你中间的位置不坐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靠背放下来当成中央的这个扶手，更像是一台高性能的这个 GT 当然因为预期 GT 是一个纯电的这个车型，所以整个的地板是非常的平整的不管你是坐3个人还是坐2个人，它的这个腿部空间，然后包括像它这个横向和纵向的空间，都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享受。那在这台车的这个后座的前方，当然也是给大家配备了这个冰箱这个功能可能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那全车呢也是配备了非常好的这种隔热玻璃。另外它的一些特色的这个配置，比如说像它这个可调光天幕是标配的这样的话你在车内会有一个很良好的这种通透的视野。那同时天气很晒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切换它的这种透光度让车内呢也不会那么的晒，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豪华配置。所以我觉得这台车车内的一些配置，特别是它的这些豪华装备，真的是远远超过了它同类型的运动型 SUV甚至说要比超豪华的 SUV 给的配置还要多，用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空间也足够大。另外，预期 GT 的这个车窗全面升级成了高级隔音静音玻璃，全车搭配了30多处关键位置的升级隔音降噪材料，所以在长途高速巡航的时候，能够将路噪、胎噪还有电机的高频声降到最低。我觉得在细节方面呢，已经超过了很多的这个豪车，确实这台车的这个隔音非常的优秀。那因为这台车已经有超过5米的这个车长，还有接近3米的轴距，完全能够容纳全家人远行1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行李。后排的座椅放倒以后，后备箱的这个容积可以扩展到1740升。Urus 这台车最大的一个亮点，一定是它的 4.0T V8 的这种发动机了。这个发动机呢，在现在这个电动化时代里只能说是一个稀罕物了。64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时间3.6秒。然后呢，在整个底盘上这台车不仅是有着4把手自动防倾杆，而且呢，它也是有着空悬的，并且呢是3腔的空悬，这也能让这台 Urus 呢去兼顾更多的场景。当然如果你要选择它的高性能版本、3T 版本的话呢，那么它的这套空悬就会变成一个刚性更强、运动性更强的螺旋弹簧，在牺牲一部分舒适性的同时换取一个更强大的赛道圈速和赛道表现。那预期 GT 作为一台高性能的纯电 SUV， 它的双电机马力输出已经达到了1003匹，我觉得是秒杀了所有的高性能燃油 SUV。当然，这一台车它的100公里加速时间只有2.9秒，不仅仅是它加速快，其实它开起来的质感这次真的是非常棒。那这台车非常棒的底盘调教，其实基于它有一个相当好的硬件，双腔闭式空悬，再加上 CDC 这样的一个顶级的悬挂配置，可以给到你最好的运动感，同时也有非常好的这个舒适性。所以这样一台车，你不仅仅
是在赛道上开得很爽，有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同时你在日常的时候开着这样的一台车，就像是一台豪华的家用 SUV， 能够给你带来一个相当优秀的这种舒适性，完全不会有这种性能车的非常硬，然后非常颠簸的这种悬挂的感觉。在很多性能车上，舒适和赛道圈速往往难以兼得。例如在兰博基尼 Urus Performante 上，为了更好的赛道圈速，悬挂也从空悬换成了螺旋弹簧。赛道成绩提升了，但是日常舒适性却明显降低。而在小米玉溪 GT 上，我们看到它并没有因为强大的赛道性能而妥协任何日常舒适性。优秀的双腔双盘空悬和底盘调教完全满足了多场景的需求，这对于性能车来说非常难得。那这个呢，我觉得才是玉溪 GT 上面 GT 这2个字的精髓，既能够让你感受到性能车非常优秀的这种加速性和赛道的圈速，同时又能够让你感受到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和它的这种豪华配置。那这样的这种能力能够让玉溪 GT 它的这种性格随意的切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很多的高性能车完全不一样。那在后桥还配备了 eLSD 电子限滑差速器，那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过弯的时候自动的去调节后轴左右后轮的抓地力和它的这个轮速的差距，让它整个的过弯效率和整个过弯的抓地力都处于一个非常优化的这种状态。那所以我们看到它在纽北赛道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跟它的这个配置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次小米玉溪 GT 的这种底盘的调教呢，确实也是综合了高性能和它的这种豪华的行驶质感，然后再加上车内非常好的隔音，去赛道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爽一把。它也能够给你提供日常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感受，不管你是上下班开着这台车，还是周末带着家人的时候，都能够享受这台车的这种豪华配置，可以通过方向盘上的旋钮迅速的切换这台车的性格。今天点完之后啊 ，Urus 确实是一台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这么一台超跑 SUV。就我觉得，无论是整个的设计还是开起来，都能够带给你这种超跑的感觉。只是唯有一点啊，就是这台车推出的时间确实是有那么一些长了，在很多的智能交互配置上吧，其实是要稍显落后的。那其实我觉得小米玉溪 GT 呢，不仅仅有非常优秀的这个体能，不仅仅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圈速的成绩，而且它在车内的这种豪华度和车内的这个配置上面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所以我们看到它整个的豪华质感是非常的高，甚至说要超越很多比它贵的这样的一个超跑 SUV 的配置。那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这种 GT 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觉得 GT 呢，其实不仅要有很好的性能，又要有很好的空间，同时可以带着很多人一起去开启一个很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远行。所以我觉得小米玉溪 GT 呢，完全可以胜任这样的旅行，甚至呢，我也觉得小米玉溪 GT 是拓宽了 GT 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而且是定义了在纯电化的时代，一台 GT 应该是什么样子。